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六缸分油盘，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0的300G1的六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香港那边的 G 卡相当多，比例我没有正式的统计，只是直觉。香港那边的 G 卡可能是全世界G 卡的密度最高的地方。这个 G 卡300G 到现在都超过34年以上如果说车子到后期可能15年以上那车子引擎不正常说引擎不顺畅我们就很少开这个时候会造成因为油电都没有循环可能会造成我们供油系统，尤其是油箱因为它没有在汽油在做循环更新可能会有生锈堵塞也把分油盘都供油系统都堵塞了。那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分油盘它的故障状况。打开电源，我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现在来进行1分钟的系统出油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那标准的出油量在大哥这个机台上面应该在170ml左右。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出油量是很明显的少而且也没有听到它喷油的声音因为这个阶段我们就主要是了解它这个分油盘它在系统工作，也就是说行进当中的出油量是不是平均因为30年以上的车子都是被油箱污染造成我们的所有的供油系统，不管是机械喷射还是电子喷射都会造成供油系统的不平均不足供油量不足或是供油不平均造成车子的发动困难或者是引擎无力稀薄燃烧造成高温。 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00，第二缸55，第三缸70，第四缸30，第五缸90，第六缸20。这个分油盘的它堵塞够严重了第一个大油道的堵塞供油量不足，第二个小油道也堵塞每一缸的出油量都完全不平均，跟我们要求的170ml那这差别太大了这颗分油盘会造成这么堵塞这么严重，大哥在判断它应该是不是停牌长期没使用，然后引擎也没有发动，造成这个分油盘堵塞是相当严重了这个已经是最差的示范了就是够堵塞够严重了。那无论如何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组。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0的300G1六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很多它的出油量标准的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是170ml，结果它平均都是落在100ml以下，而且高低不齐这代表是因为大油道堵塞、小油道堵塞
造成小河道堵塞，会造成每一缸出油量不平均；大河道堵塞呢，会造成总体的出油量降低。那这个因为是车子这个分油盘很久没有使用，然后它里面的管路都已经结痂造成堵塞，而且相当严重我们现在整修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修后的结果。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86518。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那在大哥的机台上面，它的出油量应该要在170ml左右，也就是系统的出油量，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它由于这个分油盘太久没有使用，导致它里面的油道的堵塞相当严重所谓滚石不生态的道理，就是我们常常让车子的油路、电路有在运转好像是老人家的血液循环，它有在运作管路就不会堵塞这个应该是很久没有使用的分油盘才会造成像这种情况，这颗引擎是一定发不起来的我们希望整修好以后，我们如果正常使用，还可以再使用20年左右，不应该堵塞。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70，第二缸170，第三缸170，第四缸16，第五缸175，第六缸17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6缸分油盘，从香港来的 W460 300G 的6缸分油盘，编号86518。完修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测试它这个分油盘它的怠速的时候，还有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分油盘编号86518，从香港来的 W460 G 卡的第2阶段完修，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230，第二缸230，第四缸200，第三缸230，第四缸232，第五缸235，第六缸230。厂方要求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在3%以内成绩也是算相当优秀。那原则上，我们这个分油盘完修之后，如果正常使用它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堵塞。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的分油盘身体是一定非常健康只要电路没有问题，这个车子应该会恢复到新车那个阶段的大概的引擎表现。无论如何，我们车子如果不使用，一定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1次，让油水电都能够运转。因为这车子如果以人的年龄来讲的话，人90岁报废，车子30年报废，他已经100多岁了。我们希望他老人家要身体健康，一定要血液循环，也就是让他引擎常常发动。OK， 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